如果有一對全新品牌嘅喇叭，冇歷史背景，冇品牌嘅故事，但係一推出市場咧，啜一聲差唔多俾人賣晒咁滯啊！你第一時間可能會問，究竟佢贏喺邊度啊？答案咧就係科學同埋數據啦。今日要介紹嘅主角，韓國嘅 Asahi C6B 呢一對喇叭咧，正正就係主張用聲學測量同埋物理現實去贏口碑嘅。而今集咧，我唔單止會同大家分析結果，仲會同大家拆解呢一啲測量嘅圖表，究竟應該點睇？等我哋一齊去學下點樣用科學角度去分析一對喇叭。Hello， 咁多位大家好，我係國人，歡迎嚟到 FIFA3.com。今集咧，我哋會同大家實試呢個 Asahi 嘅 C6B 呢一對喇叭，會同大家嚟一個空氣錄音。考慮到佢係一個價錢平、性能表現出眾嘅喇叭，所以我哋今次揀咗兩部一平一貴嘅擴音機嚟到去夾配佢。影片最後咧，我仲會結集個人經驗啦，同大家分析點樣夾配呢一對喇叭同埋擺位，先可以揸乾呢一對喇叭嘅終極性價比。又係新公司，點樣都講講佢係乜水先。Asahi Lab 嘅母公司咧就係韓國 CTI Cinetech International， 喺韓國咧已經有接近20年做室內聲學同埋影音系統整合嘅經驗啦。佢哋嘅品牌核心理念非常之直接，唔講咩品牌故事，唔同你講係由邊個高手神秘教聲，乜都唔玩，純粹淨係靠物理學精確咁樣測量、精確咁樣製作嚟到去做一個優秀嘅產品，而且賣緊一個低於其他品牌同級器材嘅價錢嘅。廠方係用有限元素分析，即係 FEA， 同埋 Klippo 近場掃描系統 NFS 進行喇叭嘅開發同埋數據測量，務求每一樣設計都有科學數據支持嘅。望一望先，咦 ，Made in Korea 喎，雙中雙啊，唔係好大對嘅啫喎，中型書架啦，少少重啦，因為佢前又有單元後又有單元啦，所以小心啲拎，質感不錯。大家見到啦，呢個係呢個 pad 嚟嘅，運動場被動低音。前面就係咁啦，開箱完畢幾快。因為愛情不會輕易悲傷，竹馬見來見台跳，你的離去不是放棄。Asahi Lab 係個喇叭品牌嚟嘅，所以淨係出喇叭嘅啫。被動喇叭同埋有源喇叭都有嘅，咁幾款型號點分呢？用普通啲嘅單元咧就抵玩啲，用靚啲單元咧就好聲啲。我今次實試咧就係中間位 C6B，C 咧就係 ceramic， 即係陶瓷單元咁嘅意思啦。箱體係用 MDF 組裝，都算重噶，單隻已經有 8.4 公斤重啦。箱體嘅尺寸咧就如畫面所示啦，基本上咧係一個標準書架嘅尺寸。單元方面咧都係嚟自 SB Acoustics 嘅，高音咧就係用1寸鋁陶瓷半球體高音，配合特製嘅上位室加強擴散角度啊。前面配置咗一個有效控制擴散角度嘅 Waveguide 導波器，令到高音同埋中低音嘅擴散範圍完美咁樣結合。中低音單元咧就係6寸鋁陶瓷單元啦，呢個技術咧係結合咗鋁金屬嘅輕巧堅硬同埋陶瓷嘅阻離減震特性，係有效咁樣減低盤分裂產生嘅聲音失真嘅。喇叭嘅後面呢，唔係低音反射孔，亦都唔係乜都冇，而係有一個5寸乘8寸嘅運動場式被動低音單元，作用咧就係能夠加強低音音量嘅同時咧，免除咗傳統低音反射孔因為箱內氣壓震動而產生嘅氣流風切聲。喇叭係採用4階分音，分頻點定咗喺一個好特別嘅位置 1.1 kHz 啊。廠方係話可以縮短高音同埋低音之間嘅聲學距離，令到聲音定位更加之準。低音伸延方面呢，喺負3 dB 嗰時落到50 Hz。負6 dB 嗰陣時咧，落到去41 Hz 嘅，靈敏度咧係85 dB， 最大輸出聲壓咧全頻係可以上到99 dB， 壓定阻抗咧係4暗。咁究竟呢啲官方嘅規格同測量出嚟嘅數據又係咪吻合呢？跟住就同大家睇圖表啦。跟住呢一部分呢，就會同大家睇圖表去分析點樣去睇一對喇叭究竟好定係唔好啦。
咁我係會引用翻我自己個人非常之中意嘅 Aaron's Audio Corner 嘅 YouTube 有關呢一對喇叭嘅評測入邊嘅圖表啊。另外喺呢度我想聲明翻，我唔會將佢評測入邊所有內容搬字過紙咁樣搬過嚟嘅，我淨係會揀幾張圖嚟同大家分析嘅啫。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加全面呢，記得去睇 Aaron's 嘅影片啦。好，咁啊言歸正傳啦，第一樣要講嘅呢，就係大家見到好似呢一個放射圖咁樣嘅圖表，呢個圖表呢，就係量度喇叭水平擴散角度同埋垂直擴散角度嘅。咁大家見到 X 軸橫向軸就係喇叭唔同嘅頻率啦，左邊呢就係低頻，一路去到右邊呢就係高頻啦。咁跟住 Y 軸就係標示緊唔同角度嘅表現啊。咁中間位呢就係0度對到正一正，一路向上同埋一路向下呢就係角度越嚟越偏離去到180度為止嘅。咁180度呢就喺喇叭後邊噶咯。顏色呢就係睇到 normalize 咗之後嘅音壓，紅色呢就係冇衰減，去到藍色呢就係細聲咗一截噶啦，負30 dB。大家都知道高頻嘅指向性比較高啲。而慢慢去到低頻，越低頻擴散角度就越大，甚至乎變成球體咁樣發放出嚟嘅。所以你會見到左邊一啲極低頻嘅位置呢，去到喇叭嘅後邊都一樣咁大聲啊。而畫面最右邊嘅部分呢，就係高頻啦。咁高頻嘅指向性好窄啦，所以你會見到紅色嘅位置呢，基本上都係集中喺中間嘅啫，0度附近即係對到你正咁滯啦。呢個圖點樣為之理想呢？就係由高頻去到低頻，擴散角度呢都要好線性咁樣發放出去嘅，而且理論上角度越闊係越好。呢一張圖呢，唔係今次實試嘅 C6B， 呢一張圖呢，先至係 C6B。大家見唔見到？第一，佢嘅高音擴散角度呢係闊好多嘅。第二呢，就係由高音去到低音擴散角度係好線性嘅，中間冇咩凹陷位。跟手呢，睇埋垂直擴散嘅表現啦。一般喇叭垂直擴散嘅角度呢係會比較窄啲嘅，而且單元同單元之間有機會出現唔銜接嘅情況，即係大家見到呢度凹咗落去嘅位啦。如果好似圖示呢對喇叭咁樣嘅情況呢，你真係要坐到對正個喇叭先得，稍微趌高少少或者降低少少呢，都會有頻率缺失嘅情況。呢個呢就係 C6B 嘅垂直擴散圖啦。哇，係咪爭好遠啊？特別要留意 1.1 kHz 分頻點嗰個位，佢都做得好線性。But faith is hard like stone. You're too familiar, and I don't see you anymore. 呢一個圖呢就係動態壓縮圖啦 ，response linearity。呢張圖呢就係測試喇叭越開越大聲嗰陣時，喇叭發出嘅嗰個頻率究竟會唔會跟唔上？越接近中間嘅參考線呢，為之係越理想啊！呢度呢你會見到有兩條線，86 dB 紅線，96 dB 藍線。紅線呢幾乎係一條直線嚟噶啦，代表呢一般甚至係偏大嘅家居音量下，呢一對喇叭係可以做到完美嘅線性輸出。咁去到再大聲啲，藍線呢，咁亦都只係見到得輕微嘅壓縮嘅啫。咁 AE86 都有極限啦，呢對喇叭嘅極限喺邊度呢？就係紫色嗰條102 dB 嘅線啦。去到咁大聲嗰陣時呢，紫色線終於都有大幅度嘅下跌啦。不過咁都好合理啊，因為呢對喇叭最大輸出聲壓呢係99 dB 嘅啫。好啦，最後一張圖啦，再講呢，我驚大家瞓着覺。呢一張圖呢，就係睇喇叭究竟難唔難推，係阻抗斗擺嘅表現。廠方規格就係講壓定阻抗係4盎，但係真正嘅阻抗值呢係會隨住唔同頻段不斷改變嘅。大家可以睇睇紅色嗰條阻抗線喺100至到400 Hz 呢個都幾需要食電流嘅頻段，阻抗係可以跌到去 2.6 盎嘅。咁所以如果用啲好入門嘅擴音機係極容易俾佢扯乾嘅。可能有朋友睇到呢度會覺得，哇，呢對喇叭都有好多限制喎。但係我想坦白同大家講，以上測量嘅結果呢，對於專門測量喇叭嘅人嚟講，喺同價位內已經係做得非常之優秀噶啦。而且大家必須明白，每一對喇叭都有佢嘅限制，只不過唔係每一對喇叭都會做一個咁精準嘅測量，又或者俾你睇到呢個咁清楚嘅報告啫。所以喺完結呢一部分之前呢，我希望同大家講翻聲，呢一部分篇幅咁多呢，係希望大家第日睇到呢啲圖呢，都有個概念，知道點樣為之好，點樣為之唔好。不過無論測量出嚟嘅數據係點樣都好，喇叭設計出嚟呢係俾人耳聽，唔係俾咪度嘅。所以跟住落嚟，梗係聽下對喇叭啦。我會用兩部擴音機嚟到推呢對喇叭啦。咁一部呢，就係我個 reference 啦，就係Boda嘅866 Integrated。咁當然擴音機比較貴啲，咁同個喇叭身價好似爭少少，所以咧我就用翻MSV All-in-One， 咁佢呢個價錢咧就相宜好多，咁啊亦都可以即係大家感受一下究竟即係一陣啊，連解碼都係經過呢一部 All-in-One 做嘅話，個聲音表現係如何？咁而家就先用 reference 嘅機嚟到去聽先，Boda擴音機啦，跟住解碼就係 Mola 嘅 Tamaki 啦，咁然後 Roundcore 咧就係 Rotner 嘅 Waveflight Server。When I need
會跟住咧我就會換器材，換一部平好多嘅 All-in-One 擴音機 MSV 嘅 ACD-01，咁佢有 CD 有埋解碼，當然有埋擴音機啦，一部搞掂晒啊！先錄一段 A-B 俾大家聽聽，跟住咧就係由佢開聲錄到尾噶啦。Because a vision softly creeping, because a vision softly creeping. 片長關係啊，聲音咧盡量精簡同大家講。呢對喇叭嘅聲4個字總結：乾淨透明，音染減到最低，中音分析力非常之高。而呢個分析力一直上到去高音。呢對喇叭咧高音唔係少嘅，但係就算大啲音量去聽咧，佢嘅高音都係好順暢，聽得舒服，唔會攰，唔會吉耳嘅。低頻嘅量感咧都相當之唔錯，而且高速有彈性，所以都真係可以講一句佢係三頻平衡，而且冇咩強烈嘅個性咧，容易夾機啊。另外同頭先睇圖嘅結果一樣，呢一對喇叭嘅指向性控制得非常之好，所以聲場結像係好立體，聲場既深且闊。咁啊樂器同人聲嘅分離度咧極高，而且因為擴散角度夠闊咧，所以就算你唔係坐正喺皇帝位度咧，一樣可以保持到一個好上乘嘅聆聽體驗啊！擺位上面亦都十分簡單咯，拉闊少少擺，中央結像一樣係好靚。凸唔凸 in 咧就悉隨尊便啦，咁但係我自己咧就中意稍為凸少少啦。好啦，咁啊讚咗佢好多啦，咁佢有啲咩不足呢？我每次測試器材咧都會講少少產品嘅不足啦，因為呢個世界上冇完美嘅產品，呢一個都唔會例外啊！希望各方明白啦。主要留意兩樣嘢啦，第一就係呢個喇叭始終係個單元限制同埋個箱體限制，佢本身設計咧就唔係預你用極度大音壓嚟到播放嘅，低音質量兼備，但係下潛力方面呢，佢大概去到50Hz 左右咧就會 roll off 噶啦。如果真係要聽好低音嘅話咧，建議都係加個超低音會好啲啦。另外呢一對喇叭4階分音密封箱被動式低音設計，佢係真係需要大少少功率，電流亦都要足夠嘅擴音機嚟到去推，佢先有一個好表現啊！咁當然今次頭半段我用煲帶嘅擴音機夾落去呢，就非常之優秀啦。但係我估唔到呢，用 MSB 呢個其實個價錢平好多嘅擴音機推落去呢，佢都夾得幾好喎。咁我諗應該係有擴音機夠力啦，因為呢個喇叭真係都幾 demanding嘅。好老實，隨住世界資訊越嚟越透明，測量同埋研發嘅技術咧又越嚟越高超，好多新嘅廠家唔需要等10年8年就已經可以製作出上乘嘅產品。好多發燒友而家買喇叭唔會好似以前咁樣淨係睇名氣同埋睇二手價，仲會好理性咁樣了解產品背後所用嘅技術，同埋好細心咁樣去聽佢真正嘅聲音表現。今次實試呢一對韓國 Asailab 嘅 C6B， 正正就係呢一類產品嘅表表者。我期待住佢未來有更加多令人驚喜嘅產品。好，實試係嚟到呢度啦，有興趣嘅朋友咧，記得喺本片說明欄裏面睇睇佢賣幾多錢，同埋上呢個米諾影音讓一個試聽啦。上集咧就問過大家小弟講嘢嘅速度究竟係快定係慢啦，咁收到好多朋友嘅意見啦，多謝你哋嘅意見，大部分嘅朋友都覺得我唔使改嘅，咁我就唔改啦。咁想改變我嘅速度咧，就用翻 YouTube 嘅播放設定嚟到改啦。不過記得到錄音嗰陣時咧，速度要變翻正常啊，如果唔係好怪嘅啲聲。